哀嚎不已。好心人偶然间发现了他，但是面对如此凶猛的美洲狮，能顺利将他解救出来吗？这只美洲狮应该是在出门觅食的时候不小心踩中了捕兽夹。此时狮子痛苦地挣扎着，似乎非常希望能够有人类来救救自己，不然继续被困下去的话，伤情加重不说，若是太久没吃东西，肚子也会受不了。幸好有一个男子偶然发现了他，虽然有些害怕美洲狮的凶猛，但出于关爱动物的考虑，男子还是决定救助他。找到工具后，男子开始慢慢向狮子靠近，可希望人类救助自己的狮子，在真的看到人类的接近后，却又开始感到恐慌和害怕，甚至拼命地后退挣扎。或许在他的心里，还是下意识地会以为男子要伤害他。此时男子想把狮子的头给套住，但他显然没获得这只狮子的信任，套栓不仅没成功套住美洲狮的脖子，反而被美洲狮死死地咬住，拼命往后拉着。而解救美洲狮这种狮子要格外的小心，可是既不能伤到它，也不能被它所伤。男子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似乎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。第一次套上解救失败后，美洲狮嘴中不断地低吼着，而且突然的一声咆哮还吓了男子一哆嗦。但救援人员这次眼疾手快，瞬间就将其套住了。随后美洲狮开始剧烈挣扎，身体本能的抗拒，往后拉扯着，前肢还牢牢地扣住套杆。为了让美洲狮安分一些，男子只能不断调整套绳的松紧，见稍有成效便稍稍使力。然而就在他尝试着拖动美洲狮时，也许是脖子上的绳索让美洲狮感受到了疼痛，他变得更加愤怒了，身体不但用力地往后拉着，捕兽夹上的铁链都绷得笔直。无奈之下，救援人员只能加大力道，一把将其拉了回来。因为任凭美洲狮拉扯挣扎会撕裂前肢的伤口，所以不能再有所顾忌。随即男子又迅速绕到捕兽夹的位置，开始慢慢地用脚解开捕兽夹。而被夹制住的美洲狮并没有停止挣扎，救援人员此时也是心惊胆战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美洲狮利爪划伤。好在经过一番接触之后，美洲狮似乎终于感觉到男子并没有恶意，好像是来救助自己的，所以他停止了挣扎，耐心等待着男子将自己救出来。但也许是心里紧张，男子双脚拨弄好几次都没能解开捕兽夹。而看到美洲狮越来越痛苦，男子最后竟然不顾危险，直接弯腰下手，要帮助美洲狮解开捕兽夹，而且一只手不行，干脆冒险动用了双手。终于男子成功解开了捕兽夹，接着松开套栓，迅速后撤，美洲狮这才得以脱险。或许是在感谢眼前的人类，美洲狮在获得自由后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一直看着男子，像是在对男子表达谢意。停留了好一会儿，美洲狮才迈着受伤的腿离开了，惊险的营救行动也圆满结束。其实营救野生动物的例子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着。先前还有人救助了一只老秃鹫，之前有一位小伙在大漠腹地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秃鹫，但因为出行匆忙，身上并没有携带有效的救助工具和药物，再加上这一路跑了上百公里，所以能简单救助秃鹫，并打算隔天再带着药物具体营救。到了第二天，小伙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，远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黑影，心里顿时有些五味杂陈，因为他不确定秃鹫还活着。走到秃鹫跟前的时候，发现他低着头一动也不动，而且昨天喂的火腿也没吃，铁盒子里面还全是沙子。小伙有些担心的近距离看一下，好在秃鹫虽然被沙子眯了眼睛，但还是睁开了。随后小伙子回到车上，拿了一大桶水过来，小心翼翼地递到秃鹫的面前。可即便是把这么大的水桶放到秃鹫面前，
秃鹫还是一动不动。紧接着小伙灵机一动，想要往水桶里面倒水，发出一点声音试探一下秃鹫。意外的是，秃鹫居然真的对水声有了反应，而且还抬起头来盯着男子。但秃鹫只是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小火和水桶，并没有立刻就喝。而精神状态有些差的他好像又要低下头。小伙见状再次倒了一点水，秃鹫又把头抬了起来，还左右看了两眼，似乎是在寻找水发出声音的方向。然而或许是因为受伤，对于外界的一切都非常戒备，即便是小伙再次倒水发出声音，他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收缩着一对翅膀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因为担心秃鹫的伤势加重，小伙儿决定再试一次。终于见状，对眼前的水桶产生了兴趣，他往前踏了一步，并尝试着去喝溢出来的水。但对于水桶里边的水，好像还是非常警惕，生怕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。而随着小伙的再一次倒水，秃鹫终于精神了一点，也变得非常主动了。当小伙倒水的时候，还把头凑上去，试图把水咬住。但很快秃鹫再次安静地待在原地，无论小伙发出什么声音，他都不为所动。为了再次唤醒他，小伙用已经空掉的水瓶敲了敲水桶，试图让秃鹫看见水的震动波，然后顺利地喝上水。而这个时候的秃鹫嘴巴一张一合的，好像开始若有所思，有点要喝水的意向了。随后小伙想到可能是自己离秃鹫太近，导致秃鹫的戒备心迟迟放不下去，所以就离得稍微远了一些。等到小伙离远之后，秃鹫终于开始大口喝水了。随后小伙又把准备好的羊肉送了过去，并且轻轻放在了秃鹫的面前。但跟刚开始喝水的时候一样，秃鹫只是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肉，迟迟没有下嘴。直到发现肉里没有什么可以威胁自己的东西时，他才缓缓低下头，咬住了一块肉。也许是因为太饿了，在吃下第一口之后，他紧接着又咬了一口肉，而且因为肉上面连着骨头，秃鹫居然还用两只爪子按住，然后把肉挑了出来。此时一股微风吹来，秃鹫似乎吃得更起劲儿。而让小伙没想到的是，秃鹫突然朝他看了过来。他不禁有点担心，生怕秃鹫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。但秃鹫应该是意识到了小伙是来救助自己的，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。随后秃鹫蹲在原地，似乎是在回味这顿羊肉的味道，因为他太久没有吃肉了，特别是受伤之后，几乎失去了自己去寻找食物的能力，所以这顿肉可以说是他唯一的生命稻草。看到秃鹫终于恢复了不少力气，小伙终于放下了心，并准备上车回家。但令人惊喜的一幕发生了，当小伙上车之后，秃鹫居然转过头看了看小伙，似乎是在感谢自己的恩人，感谢小伙为自己送上了新鲜的羊肉。而秃鹫的这深情的一眼也把小伙看得心里暖暖的。事实证明，虽然动物不像人类那么聪明，可是他们也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感情，对虎痴迷的程度了。而且他一直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拥有狮子做宠物，这是他的梦想。不久，贾马尔真的被他的幸运女神眷顾了。他通过朋友得到了拉法动物园的最新消息。由于最近拉法动物园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，他们不得不将动物园中的两头刚出生的只有2个月大的狮子幼崽公开出售。得到消息的贾马尔决定好好照顾它们，接下了这2只小狮子幼崽。令他惊喜地发现，这2只狮子幼崽竟然还正好是一雌一雄。贾马尔的愿望终于成真了。贾马尔将2头幼狮分别取了名字，雌性的那只取名为蒙娜，另一只雄狮取名为亚历克斯，而且还花了大价钱在自己住处天台上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笼子，用来饲养2只狮子幼崽。蒙娜和亚里克斯在贾马尔家已经生活了1个月，与家人相处得非常投契，就像2只体型大一点的乖巧小猫。
贾马尔家的孩子们也很喜欢这两只幼狮，经常让两只狮子幼崽和自家的小孩们在一起玩耍。一开始贾马尔还时常担心两只小狮子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，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两只小狮子和家里的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，从来没有伤害过孩子们。而且在孩子们受到别的小孩欺负时，蒙娜和亚历克斯还会挺身而出，挡在家里小孩的身前，俯下身子来嘶吼着警告那个欺负人的小孩别来招惹他们，好像在说，我们可不是吃素的，我们更不是好惹的。真是太可爱了。小小的两只小狮子像保镖一样保护着贾马尔家里的孩子们。贾马尔有时也会为了显摆，时不时地抱着蒙娜和亚历克斯外出散步，引来许多路人的围观。每每这时，贾马尔都会用一种骄傲的神情抚摸着自己饲养的狮子幼崽，就像一只雄孔雀在开屏一样，展示着自己怀中的小狮子们。这场景竟有点滑稽，还有点好笑。但贾马尔也表示，自己当初解救并购买下这两头幼狮，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花去了大半，而幼狮现在每日都要吃掉半公斤的肉，对他而言负担其实不轻。他打算在幼狮5个月大时，将它们租给游乐场、餐厅和海边度假胜地，适当的让蒙娜和亚历克斯赚钱帮补一下，赚取自己的饭钱。希望贾马尔先生能够保持他的初心，但愿他是真心喜欢和爱护蒙娜和亚历克斯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更希望他让蒙娜和亚历克斯去工作，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。狮子虽然是大型猫科动物，嗜血残忍，但对救了自己的恩人，他们也是会表现得十分温顺忠诚的。下面这个故事中，一只同样是大型猫科动物的猞猁，也对自己的恩人抱以12分的信任，他甚至还会爱屋及乌。在加利福尼亚，一片森林突然发生了森林火灾，人们前来帮助灭火后，一只猞猁竟然从一片烧焦的森林中钻了出来，浑身都是黑漆漆的。他在经历森林灾难后艰难地活了下来，但是他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他的肉垫烫伤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身上的毛都被大火烧焦了。由于被迫吸入了过多的一氧化碳，使他感到呼吸很困难。这只野生的猞猁强撑着最后一丝意志，主动向过路的人们求救。但人们看到猞猁这样凶猛的动物，心里都有点害怕。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接近人类，误以为猞猁想要攻击他们，只是远远地看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名叫乔治·克劳斯、经验丰富的动物救援人员停了下来。他注意到了这只猞猁正在向人类求助，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。为了不辜负猞猁对人类的信任，他立刻将猞猁带回了救助站进行救治。猞猁因为得到了乔治·克劳斯及时的合理救助，乔治·克劳斯先生小心地处理了这只野生猞猁身上的伤患处，进行了细致的包扎。他还贴心地给猞猁准备了干净的水和食物，以备给醒来的猞猁补充能量。乔治·克劳斯先生一直照顾这只猞猁到痊愈，随后放生了它。乔治·克劳斯望着猞猁渐行渐远的身影，不由得有些泪目。毕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了。但是不顾动物的意愿，也不是乔治·克劳斯先生所认同的。虽然万般不舍，他还是放生了猞猁。他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这只猞猁了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在多年后的今天，乔治·克劳斯先生竟然又见到了这只猞猁。这天，乔治·克劳斯的儿子正在屋外玩耍，一只猞猁竟然悄然出现在他房子附近，并且和他的儿子之间的距离不超过5米。乔治·克劳斯吓坏了，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他害怕猞猁会因为自己贸然举动而受到刺激。乔治·克劳斯以为这只悄然出现的凶猛野兽会攻击自己的孩子，没想到这只猞猁并没有想要攻击他儿子的意思，反而这只猞猁在一步步靠近乔治·克劳斯的儿子后，竟然伸出舌头来轻轻地舔舐小男孩的手，表示自己的顺从。小男孩也被猞猁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，和猞猁一起玩耍起来。
舍利也没有伤害小男孩，而是温柔地亲吻和拥抱乔治·克劳斯的儿子。就在这时，乔治·克劳斯先生也恍然大悟，他看到了这只舍利身上特殊的伤疤，这不就是那只他当年救助并放生了的舍利吗？乔治·克劳斯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也兴奋地来到了孩子和舍利的身边，想要确认自己的猜想。没想到舍利看到他的靠近，不但没有逃走，反而主动靠近了乔治·克劳斯，表示亲切。乔治·克劳斯激动坏了，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有生之年还能再次见到自己放生了的动物，曾经的好伙伴。两个老朋友时隔多年又再次重逢了，这场景实在是令人感动。野生动物们也可以和人类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，就像这两个故事中的狮子和舍利一样，人类对他们友好，他们也就会对人类友好，他们甚至还会爱屋及乌。只剩下这一个墙角，直到狮子遇到了能收容他的住处，世界才仿佛敞开了一扇大门。从小就失去母爱的狮子，他的命运极为悲惨。原来很好的家庭状态让狮子很是开心，可惜在一夜间他变成了孤身一人，似乎所有美好都与他再也没有关联。狮子勉强站立起来，他颤动的心在不停地跳动，想象着之前幸福的生活从此与他擦肩而过。狮子放声痛哭起来，失去家人的事实再也不容争辩。狮子感觉此时的自己活得很卑微，甚至感觉世界上孤独的只剩下自己。一阵风忽然吹来，狮子认为连上天都在联系他。狮子虽然看上去比一般小动物大一些，但没有了母爱的他，感觉自己虽然已经可以站立，可是能够独立行走的时间却没有办法肯定。以前外出依靠父母，而如今他又该依靠谁呢？狮子的难过被狐獴妈妈看在眼里，而后来也是狮子的一言一行感动到他。记得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，狐獴妈妈都没有想到他会变得这般颓废。与他的父母相比，现在的狮子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。看到狮子刚刚失去母亲，狐獴妈妈决定收养他，将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。虽然狐獴妈妈身子很小，但在照顾狮子方面却没有丝毫马虎。她对待小狮子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没有任何心理偏爱。她想着让狮子快点长大，这样她也可以大展风姿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狐獴妈妈的照顾下，她健康长大，而且身体慢慢康复起来。狮子很喜欢和狐獴妈妈待在一起，不管是吃喝玩乐，几乎都形影不离。狮子已经长高了许多，而狐獴妈妈也需要与狮子分开，毕竟狮子与自己并不是同类，他今后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。就这样，在工作人员的调节下，狮子与狐獴妈妈分开，离别之际很痛苦，但狮子还是强忍着泪水，他不想要让狐獴妈妈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。记得小时候自己偷偷流眼泪的时候，被狐獴妈妈发现那一刻，就曾被训斥过一次。而如今，狮子再也不想让狐獴妈妈担心自己。回过头之后，狮子偷偷擦拭眼上的泪水，而狐獴妈妈也在离开狮子的那一刻，心中异常难受。毕竟他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突然间就分离，让他从内心就没有办法接受。可是现实就是如此，狐獴妈妈不想自己成为狮子变强路上的障碍，所以她最终选择放手。没有了狐獴妈妈的保护，狮子必须学会独立成长，而他也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生存技术。后来狐獴妈妈终于有机会去看望狮子，他们相遇的时候彼此都非常的开心。狮子将狐獴妈妈一把拥有为的思念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狮子虽然比之前又长高了不少，但在狐獴妈妈心中，它还是那个单纯可爱的小狮子。狮子也放任自己和狐獴妈妈撒娇，虽然画面看上去很诙谐，但是他们格外享受再次相遇的每一刻。动物的情感世界中并没有表明爱恨情仇，但他们却用最真实朴素的行为表明自己内心的感受。这种来自彼此的关注与疼爱才最让人羡慕。
就像下面这两只可爱的狮子，它们本来与人类也毫无关系，但是偶然一次机遇，让他们遇到两个年轻人。之后，他们的生活也因为与人类相处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本来这两个年轻人遇到两只狮子的时候，并没有打算收养它们，毕竟狮子与普通动物不一样，它骨子里的那种霸主气势，一般动物根本没有办法攀比。可是，当年轻人看到狮子受伤情况很严重，再加上他们当时年龄稍微有些小，单独生活的话，担心他们会没有办法生活下去，所以两个年轻人商量之后，决定将狮子带回家照顾。小狮子来到年轻人家里，格外听话。或许对于这里陌生的环境并不是很熟悉，所以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好像担心自己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影响到别人一样。伴随着小狮子在这里慢慢养伤，他对于这里的环境不但熟悉起来，同时还将自己可爱调皮的一面展现在人类面前。都说狮子经常摆着凶神恶煞的脸，可在这只狮子身上几乎看不到与其相关的性格。狮子性格不但非常温和，而且还能够听懂两个年轻人的话，甚至在他们交流的过程中，狮子就像是一个忠仆一样，在原地静静待着，等到他们交流完之后，再与他们一块玩耍。随着狮子伤口慢慢愈合，狮子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。眼看着他们已经和谐相处1年多时间，最后年轻人决定让狮子重新返回保护区，这样他的身心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延续。在动物保护区的时候，年轻人很不舍得让狮子离开，能够看出狮子也很不愿意与年轻人挥手。眼看着他们彼此难舍难分的画面，让旁边的工作人员见到都为之感动。狮子本就属于这里，他应该在这里生活得更好。为了狮子的自由，为了狮子今后美好的未来，两个年轻人不得不和狮子做最后的道别。彼此不舍的情谊也能够看得出来，曾经他们在一起到底有多么幸福和快乐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4年时间已经过去，而年轻人再次来到动物保护区来看望昔日好友。面对款款走来的男子，狮子先是一愣，随后他便张开胸膛扑向了他们。能够感觉到狮子看到他们之后格外的开心。狮子不停地亲吻眼前的两个男人，他此时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，还有一丝放任。毕竟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，男人也愿意给狮子这个放任自我的机会。狮子看到两个男人的出现，他也将自己家人介绍给他们认识。能够看出，狮子身边的那只母狮子应该就是他的妻子，身边的小狮子就是他的孩子。看着他们一家幸福地站在一起，两个男人也为他感到开心。仅是4年时间，狮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不但懂得了如何生存，更是将自己一家人照顾得很好。或许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命运上的一颗棋子，只不过彼此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。倘若我们不愿意被漩涡拖住，那么就用力蹬一脚，便可以让自己脱离危难。就像是这只狮子，懂得感恩，更是不忘记昔日恩人。这种伟大的情怀铸就了他坚强的性格，能够合理规划筹谋未来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